你以为这是个双马尾美少女，其实人家是男孩子，而且是电竞职业选手，只不过他喜欢玩女号而已。本以为监狱是一位强大温柔女性的艾姆露，一听到桑乐说那家伙灵魂是个男的，顿时大惊失色，之后声音可真是太神奇了呀！监狱和桑乐都答应了亚瑟会帮他打败扎埃蒙，挑战的等级上限是50级，两人现在一个20多级，一个30级出头。满级的亚瑟让他们先去神话时代铁一级练练级，还给他们一份区域地图。一到一季里面，三人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监狱认出来这是银河勇斗士的最终头目场景，但是这玩粪作的桑乐却没听过这等神作。突然艾姆露听他们有东西飞过来了，只见一个红色三角大铁块从天而降，还好两人躲得快。这三角块无人机算是用来练级的小怪，监狱让桑乐不要插手，给自己上了 buff 之后一记上勾拳就将铁块砸了个粉碎。他的角色职业修行僧的拳击师，那两只拳头就是他最大的武器，一拳一个无人机打得酣畅淋漓，再加上他本身就喜欢玩格斗游戏，算是最适合他的职业了。桑乐刚想介绍自己的职业，监狱就猜了出来，肯定是力量敏捷特化型的脆皮角色吧，没想到吧，人家还专精了幸运。艾姆露在一旁补充，还是致命魂全开哦。当然监狱根本不知道致命魂是什么东西。两人一度根据地图继续前进，这地方简直就是迷宫，真不知道亚瑟那个人是怎么找到隐藏的练级区域的。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地图显示需要他们跳下去。两人开始怀疑，该不会是亚瑟绕这么大一圈想谋杀他们吧？不过监狱还是摸了摸艾姆露的脑袋，表示自己可以先跳下去探路，说着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艾姆露感慨，这个真是一位温柔强大又勇敢帅气的女性啊。桑乐这才告诉他，其实那家伙是个男的。监狱在下面确认没危险之后，就冲上面大喊：“洛基，快下来！”气得桑乐捞起艾姆露就跳了下去。原来下面是一处地底湖，湖里能钓到名为命潮大湖蛇的魔物，这个魔物经验值很高，两人就甩下杆开始钓了起来。没想到监狱一把就钓到了，感觉桑乐幸运全白点了，他只能掏出自己的新武器万尊。霸哥给他做的那对剑现在还用不了，所以那天他让霸哥的女儿用帝国女王风的素材重新打造了一对地风双剑，虽然品质不如霸哥那就好，但现在桑乐用的刚好。有水泥把还附加了特殊的属性，是能够污染并且破坏攻击部位的坏毒。桑乐用它使出了技能螺旋刃，武器还能释放上龙卷风。一旁的监狱也对大蛇施加拳拳到肉的攻击，可是这条蛇的皮实在太厚，他们根本造成不了太大的破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地风双剑在大蛇身上造成的伤口渗入了坏毒，这其实是一种破坏属性，它会像毒一样积累并持续的侵蚀，只要持续施加坏毒攻击，就能突破敌人的简易抗性。终于在桑乐坚持不懈的狂砍之下，大蛇的鳞片被破坏掉，监狱立刻对准这个伤口最大输出，而这个伤口也变成大蛇的弱点。艾姆露见状也抱着他的魔法书跑出来帮忙，没想到大蛇突然一个神龙摆尾，尾巴直接朝艾姆露扫去，更没想到玩家竟然会为 NPC 挺身而出，千钧一发之际，监狱挡在艾姆露面前，替他挨下了这一击。还解释自己的配点本来就有考虑到承受伤害，所以这点伤害还扛得住。艾姆露对监狱千恩万谢，大蛇已经开始甩头进攻，监狱立刻来了记相持反击。此时的大蛇已经失去了平衡，两人一吐一口气攻了上去，同时放大招，总算把大蛇给干掉了。经验值让等级偏低的监狱连升4级，他学到了新技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在特技检定所做的连结的类型。桑乐一听一脸懵逼，这游戏还有连结技能？那当然是有的，要知道香开可是重视技能的游戏，将自然协作的技能以组合构建体特技的玩法是很基础的，这是第一城镇的新手教学。然而桑乐当初没去初始城镇，所以他压根不知道这个呀。初始城镇的特技检定所不仅会标明技能还差多少，能升级或是否会进化，以及提供习得条件之类的，而且那里还有秘传书贩售。桑乐悔不当初，他究竟错过了多少东西啊？他连副职业和功夫都不知道啊！崩溃的桑乐只能继续用拼命练级来转移注意，立刻回去继续钓大蛇。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努力，两人都升上了40级。亚瑟对两人的努力很满意，还掏出了稀有的道具存档帐篷。今天就是满月了，他们需要先去个 NPC 对话，才能和伪扎埃蒙战斗。那个 NPC 名叫遥远的昔日刹那，亚瑟称呼他为小刹。修整好了之后，亚瑟带桑乐和剑鱼来到了千紫万红树海窟，找了一处没有发光苔藓的地方。这个隐藏通道就是进入独特剧情的入口，这里是指定时间类型的隐藏区域，全凭运气才能发现。亚瑟也是来找必要物品时遇到的。桑乐便用嘲讽的眼神看向了剑鱼，毕竟现在他们三人只有剑鱼没有发现独特魔物了。两个人一边斗嘴，一边跟着亚瑟来到了剧情地点，遍地都是开得鲜艳的曼陀罗。
虽然漂亮，但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之感。而 NPC 小叉就靠在树上唱歌，他的身体已经虚幻了，衣服看起来很像现代人穿的，难道是这个世界中旧文明神话时的产物吗？桑乐开始想能不能从小叉身上找到自己那个独特剧情的线索了，而小叉竟然还记得亚瑟，看到亚瑟还带了新的朋友过来，就问了几句。桑乐和剑鱼立刻做了自我介绍，话还没说完就立刻被亚瑟打断，他们是笨蛋1号、2号跟吉祥物的。总之，今天就由他们几人来送未知艾蒙赏析天。小智的目光就被桑乐那边所吸引，艾姆露像是知道小叉想问什么，赶紧自我介绍说是霸哥的女儿，而小叉真正看的其实是桑乐身上的致命魂。他说是第一次见到身上带有2处小黑强烈气息的人，而且还是跟小蒙灰的孩子一起。难道这些独特魔物都是互相认识的吗？小叉说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后露出了有些怀念的表情。几人一脸懵逼，桑乐还懵逼的被小叉感谢了几句。闲谈到此结束，接下来就到了正式的独特剧情，选择界面出现在他们面前。桑乐和剑鱼不约而同的摁下了开始，没想到小叉一上来就给出了炸裂信息，独特魔物未知艾蒙竟然是他的恋人，这游戏竟然连魔物都能娶 NPC 当老婆。当然在很久很久以前，未知艾蒙并不是魔物，后来因为某次差错导致小叉死去，那之后未知艾蒙就一直守护着小叉的坟墓，所以他才会叫做守墓人。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久，小叉发现自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也知道未知艾蒙一直在被自己的死亡所束缚，还有魔法在这里设下了结界。这个魔法是利用月光寄宿的魔力将坐标反转理次元之中，能够防止任何人干涉结界内部。唯有在新月的夜晚，月亮失去光辉之际，才会出现通往未知艾蒙所在理坐标的结界缝隙。说完之后，小叉深深地向几人鞠了一躬，他是真的希望他们能让那个人安静长眠。亚瑟立刻表示包在我们身上。桑乐和剑鱼忍不住对视一眼，这真的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亚瑟吗？那个把 NPC 国王拖着跑当诱饵引怪，把 NPC 公主吊在水晶灯上当做引玩家来活动的诱饵魔女，居然能说出这么温情脉脉的话。亚瑟听到他俩的讨论，直接把两人暴揍了一顿，又复活才消气。果然这才是真正的亚瑟。就亚瑟用羞红脸表示，他偶尔也是想在 NPC 面前耍耍帅的，毕竟刹那这名字跟背景故事并不会让他觉得事无关己，而是牵扯到了现实的他。不过玩闹归玩闹，独特魔物还是要打的。三个人屏气前嫌，对了下拳。小叉欣慰地看着这一幕，大概是觉得这一次真的有希望了吧。从游戏出来以后，现实已经是早上了。桑乐一边洗漱一边想着游戏里的事。现在他已经51级了，剑鱼还在46，关键在于连接技能。好在拉比兹国也有能连接技能的特定检定所，接下来还需要再磨练一下技巧，争取一把成功。洗漱完了的客厅，妈妈已经在做早餐了。桑乐他们一家人都有各自的爱好，他的妈妈是一位昆虫爱好者，甚至连厨房都摆着他最喜欢的甲虫。妹妹则是一位时尚达人，最近在兼职做模特，她的偶像正是亚瑟。而亚瑟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位名扬国际的模特。说话间，桑乐的父亲抱着一条大鱼回来了。没错，他爸是个钓鱼佬，而且是个能钓到鱼的钓鱼佬。他们家每个人都会忙活自己的爱好，但也会在每周日的早上和晚上全家一起吃饭聊天，以此来维持必要的亲情。没有这个约定的话，肯定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爱好当中，从而错失和家人见面的机会。就像之前打游戏上瘾的桑乐一样，不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才是家里最正常的那个。交流完感情以后，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房间，戴上 VR 眼镜。可惜的并没有正式相开，而是另一个格斗游戏。因为亚瑟说过，未知艾蒙会使出一堆超频攻击、击死攻击和范围攻击的大全套，所以他需要去上个月都走了那个 bug 大作好好磨练一下自己的格斗技能。明明是周末，这游戏里竟然没几个人，看来是真的凉了。走了一会儿，桑乐才碰上一个名叫蜻蜓的玩家。他之前没见过这个人，聊了几句后得知，这竟然是本游戏最濒危的物种——新人玩家。迫不及待发出了交战请求。没想到这家伙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猛攻冲了上来。在出拳动作开始的瞬间收回拳头，在 bug 的作用下，手臂就会无限延伸。然而这种状态下殴打对手，可以打出2次伤害判定加2倍威力的 bug 技。不过作为老玩家的桑乐瞬间用出了另一个 bug 技，溜溜球躲开。虽然身体已经移开，左脚却紧紧贴在刚刚的地面。这个新人玩家让他非常满意，他决定让小萌新见识一下这游戏的各种神奇 bug。